Hello，大家好，我是阿朱。今天我要讲蘑菇。OK， 在森林的地底下呢，其实有一张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网络。这个网络呢是由这个真菌丝所构成的。这个真菌丝就叫做 mycelium， 它是连接着森林里的各种树木啊、植物啊，然后它们会互相传递养分、水分，还有一些信息，包括那些警示讯息。那么真菌学家 Paul Stegman 他称它为 The Earth Nature's Internet。就是地球的天然网际网络。更有趣的是，如果当一棵树它虚弱或者是要死的时候，邻近的那些树木它会通过这个真菌丝输送出糖分啊、矿物质给它，好像安慰它这样子。所以植物也是会沟通跟互相帮助的。那么真菌芳蚱是一类独立于动物跟植物的一种生物，我们对它了解其实算是不是很深，是广泛存在于土壤啊、枯木啊、动植物体内，甚至是水域里。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包括分解、循环，还有再生这些 nutrient 这些养分。我们所平常看到的那些蘑菇啊，好像下雨了，忽然间地上就会冒出蘑菇，它其实是整个真菌生物体的一小部分而已。它真正的主体是埋藏在地底的一个那个菌丝体，然后就是刚才我讲的 mycelium 的一种网状结构，所以它通常就是藏在这些有机物里的。那么这个菌丝能够分解的这些落叶啊、枯枝、树木，它就会释放出矿物质还有养分供给其他的植物来吸收咯。它是维持森林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关键角色。那么真菌的种类有很多，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呢，已经超过了500万种，其中有可以食用的，也有一些用在制造药物啊，还有发酵工业的。最普通的就是酵母咯，它也是属于真菌类的，它用于我们制造发酵这些酒精啊，就显示真菌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自然生态，它其实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许多考古学家也已经发现了，就是蘑菇跟真菌在我们上古文明之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功能。流传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世界各地的萨满啊，还有原住民啊，还有很多还在使用这个蘑菇来进行神秘的灵性仪式啊，包括在西伯利亚、墨西哥，还有中国云南的各地区，那个祭司们他们就会吃这一个特殊的蘑菇，然后在吟诵经文啊，还有鼓声祈祷仪式中，就进入了一种通灵的状态。这些就被称为神圣的门，就是 sacred gates， 可以通往自然和这个灵魂的通道。在中美洲的玛雅和阿斯特克文明，就是玛雅跟 Aztec， 他们也有吃这种蘑菇，他们叫做神之肉，就 Teonanacat。他们在仪式中服食这种蘑菇呢，可以寻找到神的启示。至于云南的那些纳西族啊、哈尼族、彝族，他们的民间传统，他们有使用这种灵芝还有野生蘑菇来做成药，还有祈福。他们相信蘑菇是山神的灵魂，可以净化心灵，可以连接我们的祖灵。所以在云南呢，一定要去吃蘑菇。可是吃蘑菇呢，就是有3熟。第一，挑蘑菇要认熟，吃蘑菇要做熟，然后去医院的路要记熟。剑手青呢是道地常常食用的一种蘑菇菌种，它必须要煮熟才可以吃，不然它是会有毒的。然后据说是会见小人的。意思就是出现幻觉，就好像我们以前玩的那个 game Super Mario， 吃了蘑菇它会变大，可能其实它是感周围的东西都变小了。近年来科学家也重新开始研究这个蘑菇中所含有的这个活性成分，叫做裸盖菇素 psilocybin， 它是一种迷幻物质，就是 psychedelic 的。意思是它可以打开心灵之门的这种 mind manifesting， 俗称通灵的一种化合物。所以他们已经在研究着
科学家就发现这个物质能够暂时的改变我们大脑的神经连接，使人进入一种自我消融 ego dissolution 的一种状态。据说啦，进入这种状态的人呢，就不会感觉到我和世界的那个界限了，而会体会到一种古老文明已经描述过的这种境界，叫做万物一体，心灵相通。那么这个 psilocybin 是怎样 function 的呢？当它进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它就会转换成另一个物质，叫做 psilocin。这个 psilocin 呢，是一种能够与大脑的这个血清素serotonin 的受体结合的一个化合物。意思就是这个本来这个血清素是我们人体本来有的嘛 serotonin。这样它是负责调节我们的情绪啊、感官啊，还有这个时间感的一个关键神经传递的物质。这个 psilocybin 呢，它变成了 psilocin 呢，它就可以跟这个 serotonin 呢混淆，因为它跟它的分子结构很相似，它就会暂时接管了我们头脑对感知的那方向盘，所以它就让我们的脑部原本分离的那个区域突然间通了，可以互相对话、互相连接。于是我们看到的颜色会变得更深，声音会有变化，时间也可能不存在了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叫它做幻觉啦。这样其实是大脑被逼以另一种方式去感受这个所谓的现实嘛，就是你本来是用 serotonin 来接收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可是现在有另一个物质让你感觉不一样的这个世界的体验，这引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如果说 psilocybin 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幻觉呢，那么血清素这个 serotonin 所主导的我们每天看见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呢？还是不是又是另一种幻觉来的？其实，所以古希腊的哲学家图就在洞穴的预言中就讲说，我们人一生都在洞穴里看着墙上的影子而已，却以为那是全部的真实。所以或许呢，这个 psilocybin 呢，并非能够让人脱离现实，而是让人意识到我们所谓的现实本身也是一层被大脑过滤过的一种投影。无论是真菌丝在大地下的连接，还是这个 psilocybin 在我们的脑海中开启了另一种的神经网络，他们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天地一气，人与宇宙万物其实是一体的。那些所谓的迷幻可能也并非是迷幻，而只是现实的另一种诠释咯。色彩啊，生命的流动，或者是心中的意念，都有不一样的诠释。当我们人类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 kindness 其实跟自然是同一种语言来的。菌丝它会分享养分呢，让树木彼此照应。我们呢，人类也可以通过微笑或者是一个很随性的善意与帮忙，来传递一份我们肉眼看不见，可是却真实存在的一个连接网络吧。所以真正的灵性呢，并不是在远方的神那边，而是在每一个愿意伸出的援手，愿意温柔以待的这一个瞬间吧。那一刻，我们都成为了这个菌丝，在浩瀚的大地与人心之间，静静地编织着善良与光。